来来来，嘟嘟又来了。大家好，我是彼得舅舅，欢迎大家回来我们的频道。今天我们来分享个美味小吃——玉丝香果，很好吃的，关键还容易处理，食材容易找，3两下功夫就完成了，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了。对，这个真的要试。虾米20克，清水泡软；槟榔香芋200克，去皮后清理干净，切成约2至3毫米薄片，然后再切成丝。切好了，搁置备用。这是泡了15分钟后的虾米，先沥干水分，这泡过虾米的水保留。沥干后的虾米剁碎备用，不需要剁得太细，保留一点粗颗粒，嚼起来比较香。这是早上在烧腊店现买的叉烧100克，先切片，再切成条状，最后再切成颗粒状。好了，食材准备就绪后，我们可以开始来料理了。干货内倒入食用油约150毫升，炉开中火，倒入小红葱片30克，然后油炸至表面金黄。好了，油炸至视频中这样就可以了。沥干油分，再将葱酥摊开散热。取这沥过的葱油，勺入2大匙。炉开中低火，再将剁碎虾米倒入，油爆至虾米溢出香气。接着再倒入蒜末15克，一起拌炒。蒜末炒香后，再将备好的叉烧倒入，一起拌炒。炒香后，将备好玉丝加进来，与其他食材一起拌炒。煎中酱备好泡过虾米的水160毫升，分次一点一点倒入，将芋头丝炒至微微软，就可以开始调味了。半小匙胡椒粉，1小匙白糖，半小匙五香粉，1/4小匙盐，口味重的朋友盐可以稍加。最后再1小匙蚝油，再将食材与调味料拌炒均匀。好了，这样就可以离火了。趁着食材还热时，直接加入糯米粉55克，粘米粉25克，然后一起拌匀。如果感觉加了粉料后的食材比较干，可以将剩下的水继续加入，再拌匀，直到食材可以成团就行了。双手戴上塑料手套，再抓起适量食材塑形，成品或大或小一点都可以，您完全可以按着您个人喜欢。依照舅舅视频中这分量，可以完成成品共10个。备好10片香蕉叶，抹点葱油防粘，这蕉叶也可以用烘焙纸替代。将塑形后的生坯放上，1个玉丝果生坯就完成了。好了，全部都完成了。蒸锅里已经预先煮开1锅水，将蒸格垫上，盖好，中火蒸20分钟。
时间到熄火，直接开盖，趁热在蒸熟后的玉丝果表面涂上一层薄薄炸葱油。享用时再加点葱酥，美味可口的玉丝香果就完成了。看过了视频，大家会不会觉得真的很容易做呢？会，而且还很好吃。是的，不好意思，这里只能让大家试吃了，因为选用槟榔香芋关系，口感很绵密，加上粉用的不多，所以每一口都能吃到浓郁的芋头香，加上脆脆香香的葱油酥，更是锦上添花，很好吃。喜欢芋头的朋友们，千万别错过了，这肯定不会让您失望。对，大家要快快做来试试。来，大家好，我是嘟嘟，我是彼得舅舅，欢迎大家回来我们的频道。今天舅舅给大家做水晶饺，这糕点做法有点像潮州粉果。舅舅了解，要做好这类型糕点，糕皮儿部分是大家最担心的，您认同吗？那怎么办呢？放心吧，制作这类糕皮儿方法很多，舅舅与舅母今天会用个比较简易的方法，食材又好找，做个膏体半透明又 Q 又弹牙的沙格水晶饺。只要大家耐心将视频看完，或许您还能做的比我们更好。也对啦，3包市场上最常见的这类包装小西米，重270克。如果您可以买到大包装的也行。加入与西米等量的清水，拌一拌后盖好，将西米泡发2至3个小时。锅里头倒入约100毫升食用油，油多一点没关系。再将预先备好70克红葱片倒入，中火爆香。葱片油炸至微焦后即可离火，冷却后的葱酥颜色还会更深一些。将炸葱油沥出，葱酥摊开散热。原货不需清洗，少入2大匙沥出的炸葱油，虾米30克，泡软后稍微剁碎，倒入，中火爆香。蒜瓣3颗，剁成蒜末。沙葛600克，切成粗丝。这沙葛也称芒光，台湾称它为地薯、凉薯，都一样。胡萝卜150克，一样切丝。将所有食材一起拌炒。然后开始调味：2大匙生抽，半小匙胡椒粉，半小匙五香粉，再2大匙蚝油。再次将食材与调味料一起炒匀，炒匀后盖上锅盖，炉调低火，将食材焖软。间中开盖，稍作翻拌，避免底部食材烧焦。盖好，继续焖软，前后焖个2-3分钟。在确保食材都煮软后，起火前再加入1小匙麻油。接着炉调至高火快炒，收干食材排出的水分即可离火。哇，好香呀！美味的沙葛内馅就完成了。不加盖，搁置一旁待凉备用。这是泡发了3小时后的西米，体积明显胀发了，抓在手里感觉湿润中带点弹性，用力捏就能成团。用手将胀发后的西米抓一抓，再加入50克澄面粉，加强糕皮延展性，半小匙盐，让糕皮有点底味，加入2大匙炸葱油，完成后的成品才会更软嫩、更香。接着再徒手揉匀，此阶段不戴手套，才能正确感受面团是否足够湿润。如果面团太干，可以加点水；太湿的话，就多加点澄面粉。再继续搓揉至西米成团。这西米团越揉越粘手，这时候可以穿上塑料手套防粘。再继续搓揉，直到成团。没手套的朋友可以用个塑料袋剪开，摊开在案板上，再将西米团放入，双手隔着塑料袋揉匀。总言之，西米团揉得越久越匀，完成后的成品口感上更 Q 弹，也更好吃。
揉匀后的稀米团揪成小剂，每小剂25克，此面团可揪出25小剂。蒸格内垫上香蕉叶，再涂上一层薄薄炸葱油，防粘。取出降温后的沙葛内馅，加入油葱酥与适量芹菜拌匀。好了，一切都准备好了，就可以开始了。小面团搓一搓圆，放入塑料纸内按平，再用支擀面棍将糕皮擀成椭圆形，约2至3毫米的薄片。在擀平的糕皮内勺入适量内馅，借着塑料纸助力，将糕皮对半折叠，扣成个荷包的形状，再将糕延实，这样才不会露馅。用片塑料板将糕边修齐，可以的话，全程都不用干粉，干粉用多了，成品会变硬，口感上不再软嫩。直接放入蒸格内，这稀米糕皮不怕风，盖不盖都行。擀成长14公分，宽9公分左右。舅舅只是给个概念，不需要精准。又完成了一个。蒸锅里，水大火预先煮开，再将蒸格放上，盖好。炉调至中低火，蒸12分钟。是的，欧美的朋友如果没有香蕉叶，用这可重复使用不粘烘焙纸抹层油也可以。煎中开盖散热1至2次，抹干锅盖水蒸气，再继续蒸熟。此阶段的稀米一颗颗还是清晰可见。时间到，直接将锅盖打开。这稀米经过泡发，蒸熟开盖后，瞬间会变成透明状。在蒸熟的成品涂上一层薄薄葱油，除了防粘，也不会变硬。很多人都会担心，用稀米做成的糕皮，蒸熟后特别容易粘黏在一起。大家可以放心，只要加了点澄面粉，然后再足够搓揉，稀米会产生一点劲道，让成品保持 Q 弹软嫩效果。在澄面粉辅助下，一个个呈现半透明状态，真的很诱人。加上舅母的特别擀面皮技巧，糕皮薄如纸，特别好吃。如果大家不嫌麻烦，用舅舅之前分享过的辣椒糊，简简单单的调个辣椒酱，更是锦上添花。关于这辣椒糊做法，没看过的朋友可以点击右上角链接参考参考，肯定不会让您失望。哎呀，喜欢辣的朋友真的没法抗拒呀！真的，水晶糕色香味俱全，加上这酸酸甜甜的辣椒酱，一股香气直冲脑门，这也太好吃了！喜欢的朋友一定要试试。成品当天享用不完，用个器皿收好，隔天也不会变硬，不需重蒸就能享用。舅舅有幸与大家分享这食谱，这是我的荣幸，也是嘟嘟的荣幸。爱你哟！